薛总，你好。我真的帅到让你如此震惊的地步了吗？海伦，通知各部门主管，20分钟之后会议室开会。好的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先回去准备开会的资料吧。是。怎么回事？莫名其妙。薛总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薛灿。薛灿。我说菲菲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脑子很乱，我脑子很乱呢。那先回办公室休息一下吧。薛灿。走吧。薛灿。灿爷。相亲大姐，你下班了？哎，菲菲，你怎么会在我家？哎呀，菲菲，你知道吗？他不仅会作词作曲，而且声音比张学友还要好听呢。哎，你听过没有啊？你认识他呀？他不是你的朋友吗？哟，拜托大姐，你不认识他就随便让他进来啊？可是他把你的相貌、脾气、秉性说得一清二楚的，最主要的，他还有你的电话号码，所以我就让他进来了。辣椒姐，我真的服了你了啊！相亲大姐，不要这样嘛！哎，你逼债啊？你不要这么过分嘛！你都逼上我们家门了，我又不是不还给你的。我不是来催你陪我激他的。那你来干什么嘛？我这2天没钱交房租嘛，又担心房东找上门，到你这儿来避2天嘛。那你怎么不去毛峰家呢？毛峰他女朋友这2天在家嘛，我怕不方便。你又没有男朋友。对不起，口误。人在江湖飘，谁能不挨刀嘛？就当是江湖救急。哎呦，我这里都是女的，你住真的不方便的。哎，方便，当然方便了。哎，你不介意的话，睡客厅就可以了啊。你看，另外一个女主人都同意了。来。哎呀，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就随便答应他了？哎呀，帅哥有难，淑女岂能见死不救啊！菲菲，我看这家伙挺好的，你要是不要的话，让给我好了。哎，你这个大花痴，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？我管他是干什么的，只要不是通缉犯就行了。我怎么忍了你这么多年呢？就这么定了啊。你介意睡客厅吗？当然不介意。那我去帮你抱床被子。那，我警告你啊，只限今天晚上，过了今天晚上，你立马走人。这里是合租公寓，拜托，请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好吗？嘘，他老是这么奇怪吗？对呀，他特别呀。哎，对了，你什么星座啊？射手啊。哇，射手男人很有才的。对，那是当然。哎，你什么星座？我水瓶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有研究了。是吗？可以说是星座专家。星座专家？我看你是骗人专家吧？相信我是吧？我告诉你。神啊，救救我啊！向往自由。继续说。射手座是花心星座哟。救救我！
就在10分钟前，已经有人替曾大强把钱还上。你妹夫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工程部已经通知他开工了。不会是他替大强还的吧？你怎么在我房间呢？你门没锁啊？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你设计图。你怎么有我电脑密码啊？相亲大姐，拿自己的生日做密码，你这个电脑跟裸奔上街是一样的意思。不过你的设计还是蛮新颖的。给我滚出去！哎，你这包里老放着一个存钱罐干什么呀？你懂个屁啊！那是我的创意。一间小屋，2个人的爱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有辣椒姐在，你觉得你还能有什么秘密吗？死辣椒！你给我出去！我要换衣服。要不要我帮你啊？滚吧你！哎呀呀！哎呀！哎呀呀呀！小辣椒！伸直手，坚持，然后起来，手往上伸，对，然后再慢慢往前，往前。哎，大姐，这么早上班啊？我不想看到你这个变态偷窥狂。什么变态偷窥狂啊？喂，大姐，我早跟你解释过了嘛。你们2个睡得早，我只好跟着睡了。结果后来我就早起了，起来以后我觉得很无聊，就到你房里翻翻看你电脑里面有没有游戏。结果你那破电脑里面除了纸牌以外什么都没有，我就只好翻你的设计图解闷了。拜托相亲大姐，我也是有品位的嘛。我告诉你，欠你的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今天之内离开我家。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蔡爷，你可以多住几天的。你要是早上起得早，可以用我的电脑，我的电脑里有大富翁的。看见没有，人缘好，到哪儿都有人为我说话。你2个神经病！哎，你不给蔡爷换水了？对呀，灿爷。对呀，他以前那条鱼叫小明，后来他非说小明这个名字不吉利，就改叫灿爷了。我也不知道灿爷就是你啊。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给你的鱼起我的名字？我乐意呀。我姑妈家的猫还叫德华呢。哎呦，我的鱼就不能叫灿爷啦？灿爷。行行行，叫什么都行。他的鱼叫灿爷。哎，要不要我给灿爷换水啊？不用了。结果毛峰那小子呀，他搞的是乌漆嘛黑，到处脏兮兮，全身都是黑泥呀。你们俩真逗。我就是觉得他智障啊。灿爷。哎，相亲大姐，哎，你是个回来了混蛋啊！你去哪里了？怎么上来就骂人啊你？你给我出来！你出来！喂，菲菲，你干嘛？我们的事跟你没关系啊！你出去！你是不是疯了你啊？去哪儿啊？我今天不方便。哎，大姐，你干什么？你把我新买的衣服都搞皱了。哎呦，有钱买新衣服啦？啊？哪儿来的钱啊？盗买商业情报换来的钱吧？你说什么？就是你偷了我的设计图，害得我们公司鸡飞狗跳的，还不承认。设计图？你不要说你没看过我的设计图啊！我是看了，但是我没偷啊。你没偷？好吧，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2天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手机关机啊？啊？我跟毛峰上白云山找灵感去了。手机关机，那电池没电了，它当然就关机了。哎呦，找灵感，这个理由真的很牵强啊！大姐是这样啊，前2天我去唱歌啊，毛峰说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首没有新意，叫我写一点新歌出来。我写不出来，我就拉着他上白云山找灵感去了。哎，结果毛峰摔一身泥，不信啊，你拉毛峰出来对峙啊！你敢发誓吗？你敢吗？大姐，你脑子没问题吧？啊！我要是一个商业情报贩子，我至于混成这样吗？我混得连房租都交不起了，我到处借宿。那你帮大强垫的10万块钱呢？那钱哪儿来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
你翻我衣服？我没有翻你衣服，我是晚上替你盖被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。哎，那钱是我这些年自己挣的。哎，我要是个商业情报贩子，我至于混得这么惨吗？话又说回来了，这图纸我要真得手了，我还回来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什么？真的不是你啊？设计图我是看了，可我没有拿呀。哎呦，那会是谁呢EAC 出什么事了？ ？EAC 的新项目《1001夜的小区设计图》被倒卖到大野公司了。什么？那 EAC 现在什么情况？公司查出来，倒卖设计图的是设计部的高级设计师关雅琴。那关雅琴现在怎么样啊？关雅琴她自己也承认啊，盗取公司的设计图3次啊，售给其他公司赚取利益。我本来以为最后一次是你干的，可是现在看来，这次不是你干的。哎呀，我是问你，关雅琴她现在怎么样了？她人被带到保卫部了。她不是张副总养女吗？就是张副总亲自下令带她走的嘛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关雅琴是张副总的养女啊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还你钱呢！啊！妈，雅琴怎么回事啊？你知道的还挺快。不关她的事，是我做的。 3次都是你。头2次是我，最后1次不知道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我不想做 EAC 老总，我想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所以我就想，如果我上任的时候，项目不断出纰漏，而且最后查出是我干的话，或许董事会考虑换掉我。那你没想过，你出纰漏会害死一批员工吗？是我没考虑清楚。你人每天都不在公司，你是怎么窃取核心情报的？我逼雅琴做的。这么说，他还是难辞其咎。妈，雅琴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到自己头上。你表舅的为人你也很清楚，他坚持公事公办，所以他会向法院起诉雅琴。一家人不用这么绝吧？明天一大早 ，EAC 的法律顾问就会去法院起诉雅琴。不起诉他有什么条件？嗯，我问你，不起诉雅琴需要什么条件？你在跟我谈条件？你们这么对付雅琴，不就是逼我谈条件吗？什么条件你都答应？对。那好，娶雅琴，接手 EAC。为什么非要逼我娶雅琴？你傻呀！你娶了她，她就是公司的老板娘了。没有人能相信老板娘会窃取公司的设计图转卖给竞争对手。这样的话，你表舅那边也有台阶下，我也好向董事会交代啊。是不是我第1次干你们就知道了？你们按兵不动，就是在等着这个机会吗？难道我们是害你吗？妈，你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耍手段？你放肆！到底是谁在跟谁耍手段？你为了不接手公司，你闹出了多少花样来啊？你一出又一出，我不想跟你废话，你必须回答我，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王嫂，给我妈拿药来。好的，少爷。薛总好，你好。
真的帅到让你如此震惊的地步了吗？海伦，通知各部门主管，20分钟之后会议室开会。好的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先回去准备开会的资料吧。是。怎么回事啊？莫名其妙。薛总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薛灿。薛灿。我说菲菲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脑子很乱，我脑子很乱呢。那先回办公室休息一下吧。薛灿。走吧。薛灿。灿爷。哎，他怎么搞的呀？菲姐是怎么了？你们俩看看这儿，哦，把这整理好。好。哦。菲姐，您要是有什么间歇性发作的病，拜托您去医院看看。瞧您刚才那一嗓子，把我们都吓出病来了。是的。菲姐，你是不是认识咱们总经理啊？好了好了，都少说2句吧，赶紧回去工作吧。哎，这下咱们设计部可给总经理印象深刻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差不多得了。灿爷居然是 EAC 公司的总经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灿爷怎么会是总经理呢？那他以前为什么又要……哎呀！大家都知道，我平时不怎么来公司，但是我不来公司，并不代表着我对 EAC 的事一无所知。这次我回来，主要是要重新调整公司的内部管理结构，所以人事上的变动会很大。我们这种老牌公司呢，一切都已经上了轨道，按部就班、循规蹈矩，很容易造成一些人呢没有进取心，领着高薪混日子等退休。所以我这次回来呢，要结束这种状态，希望你们各位都做好心理准备。财务部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营业额度跟去年相比，涨幅是多少？我再整理。销售部，EAC 地产所售出的房屋和同类公司相比，价位走势偏高偏低还是适中？你们下半年定的销售指标是多少？我查一下。公关部，上半年呢，我们一共有3处项目启动：星辰传说、南湖小月跟1001夜。那南湖小月已经进入封顶了，你们的宣传力度是多大？针对的购房人群是哪些？这1001夜呢，马上就要启动了，你们下半年有什么宣传计划？一问3不知，这就是各位部门主管给我的回答吗？你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啊？半个小时之内，要是我看不见你们给我的报告，直接给我看辞职信。好，马上准备。马上。接下来是哪个部门呢？设计部说说吧。设计部上半年主要有2个项目，一个是南湖小月，一个是星辰传说。南湖小月于年初动工至今，主楼基本完成，绿化带规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除此之外呢，星辰传说和1001夜虽然历经2次设计图外泄风波，但是因为补救及时，备选方案完整，所以没有耽误任何进度。我们设计部下半年主要的目光将放在环保主题的房屋设计上。以上就是我的报告。总算有个能给上劲儿的了，非常好，周经理。
下面我就不用问了吧？所有部门的报告，下班以前必须交到 Helen 的手里。哦，对了，公司的中期考评就要到了。黄经理，薛总，这次中期考评呢，由你、我跟张副总亲自考核，具备能力的 ，EAC 非常欢迎他留下。不合格的，自己走路。EAC 不养闲人，这一次谁也别想浑水摸鱼。散会。哎，知道吗？总经理新官上任3把火，刚才在会议室把财务部、销售部、公安部经理骂的是狗血淋头。我呀，听丽丽说，总经理借着中期考评，要给公司各部门大换血呢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这有什么可新鲜的？总经理回来了，张副总的人自然就得靠边站了。中期考评就是导火索，EAC 的高层要开战喽。啊？会不会殃及到我们啊？我们这群小虾米谁能放在眼里啊？各部门的老大可就惨喽。你们知道，在职场混最怕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站错队。他绝对不是参与，绝对不是，只是长相而已。哎呀，这种借口连自己都骗不了自己。不行，我必须找他问清楚，我要让他亲口承认他到底是谁。愁眉苦脸的干什么呀？得罪人的差事不好干啊！散会以后大家都说什么了？大家都在抱怨。你说薛灿啊，挂着个总经理的头衔，2年都不来公司，但是拼死拼活为 EAC 打江山的人，那还不是我们这些老人吗？你看他这一回来就动人事关系，这抢端夺权也有点太明显了吧，实在让大家心寒。所以他们就撺掇你上我这儿来抱怨了。张副总，这 EAC 能有今天，靠谁呀？靠他？他连 EAC 大门朝哪边都不知道啊！还不是您带着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的干。张副总，您不能由着他胡来，您得管管了。人家是总经理，我是副的。张副总，您这就是不跟老兄弟们掏心。谁不知道，在 EAC 您除了名字前面挂个副字，这上上下下什么事情，不还都是您说了算吗？可现在不一样了。张副总，我哥几个说了，只要您出面，我们全都支持你。那个愣小子，还是让他自己回家玩吉他去吧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回去跟老林、老夏他们说说，这件事呢，我会跟薛灿好好沟通沟通，让他们去安心做好本职工作。EAC 还要靠你们啊！哎呀，张副总，我们就等您这句话呢。老大，饭来了。哦，谢谢。2年来所有设计图的原稿都在这里吗？嗯，那你全部送到总经理办公室。全部啊，他看得过来吗？我这就去。洪师啊，啊，你去哪儿啊？把资料送到总经理办公室。那么多资料，太重了，我帮你拿吧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的，我来。谢谢啊。啊，你又怎么了？你看见没？一听说是送到总经理办公室的，你瞧他那争先恐后的样儿，我看他分明就是想在总经理面前出风头。菲姐今天是有点奇怪。怪吗？哼，他是知道在关键时候怎么与众不同。
其他部门的报告书送来之后，就赶紧拿去给薛总。好的。没事了。喏，这是我的报告。舅舅说要给我配个助理，就是你啊。各部门的报告书啊。是啊，壮观吧？你看得完吗？看不完也得看啊，这就是我的命。你是诚心的吧？什么？一上来就要整顿 EAC， 你要干什么？既然让我做总经理，那当然就得整顿 EAC。那些整天混日子的人，不该留的就该走，只有这样 EAC 才能前进。我们不前进，EAC 就会被淘汰。那你也不能一来就把老人全部都得罪了，这样大家集体不干了，你该怎么办？要是这些人真敢这么做，你应该问我 EAC 怎么办？小苍，你能不能听我说？雅琴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好，改天再谈。你养的鱼啊？什么名字？灿爷。灿爷。这个蘑菇小屋是其中的一个设计作品，一间小屋子，两个相爱的人。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幸福。这个是干什么的？存钱罐。你的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很独特。我先走了，我还有工作。总经理现在不会课，把资料交给我就好了。我帮你送进去吧。不用。哎，给。顾菲菲。啊，关小姐你好。你来？我们来送资料。哎，太重了，我帮你拿进去吧。不用了，今天总经理第一天上班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呢。哦，那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啊？那要提前预约。哎，我，菲姐，走吧。啊。欢迎光临。吴叔，哎，张太太，这么巧啊？是啊，你一个人啊？对啊，你也是一个人吗？对啊。那一起坐吧。好好好，来坐。哎，一杯咖啡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怎么，有心事啊？怎么了？家里出了点事儿。啊，和慧明吵架了吧？哎，你们年轻人啊，吵吵闹闹的，只要不伤感情就行。但是这次挺厉害的，慧明他好几天不和我说话了。什么？哟，那可不好。为什么？可能是我管他太严了吧。哦，吴叔啊，那我这个当姐姐的就要说你几句了。这男人呐，有时候是吃软不吃硬的，你不要跟他硬顶着，你对他越好，你越不吃亏。那怎么办啊？你呀，要采取怀柔政策。怀柔政策？对呀。哎，来，我跟你说，不好意思，您的咖啡来了。啊，请慢些。谢谢啊。吴叔啊，记得姐姐跟你说的，以后对男人你就得这样啊。哎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
等会儿，你上次说要请我看电影的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你上次打赌输的那回。我可有证人。红师啊，是啊，上次你说他吃不下4个汉堡，结果啊，他吃了5个。哦，对，有这事儿，你记性也太好了。那你今天想看？当然，红师，走，一起去。走。走吧。你不走啊？啊，我想起来我有个图纸还没弄完呢，你先走吧。哦，那记得锁门啊。哦。你嘿嘿嘿嘿，你笑什么？相亲大姐，你特地来看我啊？你太过分了！哎，别走啊！哎呀，跟我进来。你放开我，无赖！干嘛发那么大火啊？你为什么要耍我？耍你？你这样做很有意思吗？怎么了？我不就是……你明明是 EAC 的老总，你在我面前装什么无业游民呢？我不就是今天才做的 EAC 老总吗？还在狡辩啊？没有啊 ，EAC 老总只是我诸多身份中的一个。你真的太有心计了。菲菲，你别误解我，我是真的很想跟你做朋友。做朋友呢，第一个条件就是诚实。我是想跟你说啊，可是没机会啊。你让我上午的时候，真的很失态。哎，我不是已经帮你圆过去了吗？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。耍人很好玩吗？看我像个傻瓜一样被你骗来骗去的，还为你着急上火，你很开心很痛快呀。菲菲，我真的不是有意要骗你的，只有神经病才愿意做 EAC 的老总，我更愿意做无忧无虑的灿爷，可是我没办法呀。好了，别解释了，谢谢你替我妹夫还钱，这个呢还给你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。菲菲，你干嘛跟我这样呢？难道因为我是 EAC 老总，我们就不能继续做朋友了？你看看我，你看啊，除了穿西服、打了领带之外，我不还是我吗？上班的时候我戴着面具，我是薛总；下班之后摘了面具，我还是灿爷呀。灿爷，在昨天12点之前，你还是灿爷；过了12点之后，你已经不是灿爷了，你已经变成了王子。童话就是童话，不适合我这个年纪的人看了。我以后不想再跟你有什么关系。做完1001夜这个项目之后，我就离开 EAC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我是 EAC 的老总？再见，薛总。菲菲。老公，你回来啦！哇，好香啊！看我今天做了你最喜欢吃的。今天什么日子，那么丰盛？这不是你最近比较累吗？所以多帮你做几道菜。你看啊，有油焖虾、糖醋里脊、干煸四季豆，还有羊肉萝卜汤。你先上去洗澡吧，待会儿下来吃饭。锅里还有一道柠檬蒸鱼，马上就好了。快去洗澡啊！好。
锁在钱柜的包房里面，长整夜一个人。Boys 不要来安慰，单身女人只是不想睡。薛灿跟他哥哥没什么两样，年轻就是气盛。您觉得他还会得罪他吗？他这次得罪的不只是上层，他连员工个个都不放过。那您得劝劝他呀。我怎么劝？他上来就抡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可是这些人会来找您说情的。哎，我就不会休假。我等到他中期考评结束，我人不在。干爹，其实我觉得小灿这次这么做也没有错。再说了 ，EAC 里确实有人在挖公司墙角，占公司便宜，整顿一下也不算过分。整顿 EAC 我不反对，可没他这么整的啊！从上到下全查一遍。那这么多年了，谁在其位谋其政，谁不落下点利益啊？你查出来怎么办？要不要开？一旦开了，空缺谁来补？这么大的公司没人干活，那公司的损失谁负责呀？小灿他不是不想让公司死气沉沉吗？哎呀，谈何容易啊！让他吃点苦头，要不然他不会明白这个 EAC 啊，到底是谁在主宰。来来来，别光说话，啊，喝茶。好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哦，我今天逛街啊，遇到吴叔了。谁？吴叔啊。哦，慧明的老婆啊。哎，对了，今天就是慧明给我长脸，没有被薛灿问住，那可是我一手提拔的啊。不过啊，吴叔看上去啊很不开心，好像是和慧明吵架了。为什么呀？应该是因为女人吧。他们两个是不是很般配啊？就是天生一对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呦，我的大小姐呀，你怎么一晚上都不接电话呀？哎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哦，怎么去约会啦？没有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和小灿吵架了？你以后不要再跟我提到这个人。哎，真吵架了？我跟他？哎，菲菲呀，这男女朋友啊，拌拌嘴那是很正常的事。吵过了呢，也就完了。不能记仇啊。谁跟谁是男女朋友啊？跟你说，后天呢是妈的生日，你把小灿带回来，吃顿饭就好了。为什么？您生日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是你的男朋友啊。谁说他是我男朋友了？吹了。压根儿就不是。哎，你可给我听好了，妈可是认准小灿了。哎，好坏啊都是他了，你以后别跟他闹了。妈，您这哪儿跟哪儿嘛？听妈的没错，不管是谁的错，把他喊到家里来热闹热闹，这不就过去了吗？就你这脾气啊，能有人跟你，那就已经不错了。妈，你怎么就不明白我说的呢？我喊不来他啦。真的吹了。哎呦，我说菲菲呀，菲菲呀，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本想着我今年的生日可以喝上大女婿给我倒的茶，可是现在倒好，哎呦，妈，您要干嘛呀？您这样，哎呀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嘛？你说这小灿有什么地方不好啊？你真让我操心哦！哎呀，你别生气啊，到底怎么样您才能开心呢？我就是让小灿来给我过生日嘛。哎呦妈，我怎么发现您跟小孩一样啊？反正我不管，要是小灿不来，我今年的生日就不过了。阿姨，您别这样嘛。妈，
哎妈！怎么办？今天刚跟他发了那么大一顿火，明天就要去求他，他能同意吗？可不带他来，老妈这又要死要活的，我该怎么办？天哪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小辣椒，我睡不着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真的很烦呐！你陪我聊聊天好不好？啊，大姐几点了？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必须陪我聊聊天，醒醒醒醒！哎，走了走了，别睡了，走了。哎，拖鞋在这儿呢。喂，我要是睡不好，哎呀，快快快，长痘痘了，谁负责呀？哎，坐坐坐啊，我负责给你买痘痘贴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你听我说，别睡了，听我说几句嘛。你说。假设啊，只是假设，如果说呢，我后天不带灿爷回去见我老妈，会怎么样？那这段时间永无宁日吧。假设，又是一个假设啊。如果说灿爷他不是灿爷，他是个非常有钱的大老板，会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就比如说，有一个男的，你对他有好感，但是你发现他欺骗你了。哪方面欺骗呢？隐瞒他的身份。通缉犯？不是。那就行了呗，你喜欢就去追嘛。可是这个人是灿爷呀，灿爷。意料之中啦。哎，他可是我们公司的大老板呢。什么？灿爷他是 EAC 的老总？哎，你没骗我吧？真的。你不要告诉我他为了追你上演了一出王子装青蛙的戏码。可这都是真的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是知道能怎么样？我至于睡不着觉吗？哎，你听我说啊，以我纵横情场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，灿爷对你是有意思的。好像吧。听我说啊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你可千万不能错过。要是错过了，你可真难嫁出去了。所以你明天一定要约他去参加你妈妈的生日聚会。可是你说没可是了，你听我说，你就明天打电话给灿爷约他出来就对了。那你帮我算算，我要是明天去叫他的话，他会不会答应啊？没问题，马到成功。哎呀，睡了啊。马到成功。好了，关于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先说到这儿，接下来讲点其他的事。大家都知道，关小姐已经升做了总经理助理，那么她的位子就空出来了。正好我们赶上了中期考评，我想这样，以这次中期考评的成绩来决定，谁的考核分数高，谁就做关雅琴的位子。大家都同意吗？没问题，同意，没问题。菲菲，我 OK 啊 ，OK。刚才说什么？好了，散会。菲菲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哦，菲姐，你怎么红手热的？哪那么多话？菲菲，你这2天怎么回事？我没事啊。那我刚才开会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嘛。还有呢？菲菲，是这样的，关雅琴走了之后，我本来就想让你坐她的位子，可是你才来不久，而且同事关系处得不是很好，我怕他们不服你，所以特地借着中期考评做个由头，只要你安全的通过考评，我就推荐你接关雅琴的位置。慧明，谢谢你。是你有这个实力。老公，吴叔，
菲菲，你也在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特意给你煲了汤，帮你送过来的。不用麻烦了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有什么多此一举的？过来喝，来吧，喝吧，待会儿凉了就不好喝了。我还在工作呢。啊，我先出去了。喝吧，快来。你看啊，这里，特别是这里，施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。好的。你们抓紧去工程部联络，有什么问题尽快告诉我。啊，听明白吧？关小姐。那我关小姐，关小姐。好的，你去吧。周太太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给慧明送汤。她太幸福了，有你这么好的太太。没有啊，慧明最近比较累，所以给她补补。你吃过饭没有啊？没有啊，准备去随便吃点就好了。那我们一块儿去吃饭。好啊，走。菲姐，菲姐，啊，麻烦过来帮我看一下吧。哦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如果这边是承重墙的话，那这一边应该怎么处理啊？对不起啊。看什么呀？毛手毛脚，又是垃圾广告。干嘛呢？真是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谁的短信？垃圾广告。我问你在等谁的短信？哎呀，别问了，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？就是这边这个承重墙，我不知道它。啊？上午让你修改的几处改好了吗？改好了。我拿给你啊，等着。菲姐，是我的。你有病啊！你跟我用一样的铃声啊！对不起。菲菲。啊？哦。等谁电话呢？没有啊。还看什么呀？改铃声去啊！啊，我改。昨晚听我养母说，你和周经理有一点小摩擦，还很担心你们呢。现在看来没事了。也没什么，就是点小误会。没事就好。对了，我升做总经理助理了。我听慧明说了，恭喜你啊，关小姐。多谢。不过我走之后啊，设计部就会比较辛苦了。啊，对了，你知道周经理想推荐谁做我的位置吗？谁呀？顾菲菲。什么？其实也难怪啊，红石和玉兔也不够级别，马克的能力也不足，能接我位的就只有顾菲菲了。又是他。啊，周太太，周经理和顾菲菲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记得周经理上次为了保她还自罚薪水呢，这次又推荐她做我的位子，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他们以前是恋人，慧明跟他提出分手后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那他们是老情人了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该问你这些的。真不知道顾菲菲有什么本事，男人都那么愿意帮她。他最好别打慧明的主意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看我把你弄得这么不开心，咱们不说他了，好不好？乖小姐，你看我又不在公司，你可得帮我多看着点啊。你放心吧，我们是好姐妹嘛。如果周经理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谢谢。不过说真的，周经理为人正直，人品又好，你不用担心的。不过那个顾菲菲整天待在公司里，那可就很难说了。我也是怕这个啊。还有啊，你知不知道现在要中期考评啊？我听慧明说了。是啊，但是这一次跟以前可不一样，因为这一次是彻底整顿。薛总说了，任何人只要做得不好，都立马走人。任何人？是啊，所以周经理想保他都保不住了。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拜拜，拜拜。走了。啊，拜
去哪儿玩？想想啊。怎么才出来啊？你在等我啊？等你一起去给阿姨买礼物啊。真的啊？一条围巾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哎，还有啊，明天再给我妈妈订个蛋糕就行了。OK。喂，你收到我的短信了，为什么不回啊？我想给你个惊喜嘛。讨厌。谁叫你昨天无缘无故的把我大骂一顿？没想到你的心眼儿就这么点大。我就是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现在可是 EAC 的老总了。哎，拜托好不好？我下班了，能不能别提这些让人家倒胃口的事啊？但我说的是事实啊。你到现在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？不会这么脆弱吧？我脆弱？哎，那这么说的话，关雅琴应该是你的未婚妻了？对，名义上是。名义上？那事实上呢？我跟她不可能的。哦，所以，在订婚的那天，你就偷偷的跑到我家里去了。因为谁也不会想到我会躲在你家。你太自私了。如果你不喜欢人家，你就该告诉他呀。为什么要跟人家订婚啊？你这样不是把关雅琴给害了吗？你做人怎么可以这么随心所欲、不负责任呢？停！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，能不能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评论？我说错了吗？真想知道关雅琴的事？哼，我无所谓啊，不说拉倒。带你去个地方。谁呀？我哥。哦。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我跟我老哥，就像是12星座里面的双子座，虽然是兄弟，但是性格迥异。他是天使，我是恶魔。他永远得到父母的赞许，朋友的夸奖，上司的认可，下属的拥戴，以及所有的鲜花与掌声。我呢，所到之处，只有麻烦祸端，人人对我避之有恐不及。关雅琴，她是我表舅的养女。很小的时候呢，她父母出车祸去世了，我表舅收养了她。雅琴呢，自小就在我们家玩。当时谁都说，她和我哥是金童玉女。后来长大了，他们顺理成章准备订婚了。可就在他们订婚前不久，
关雅琴突然跑来找我，问我喜不喜欢她，然后告诉我她真正喜欢的人是我。我真的不知道如何面对我哥。我当时真的吓坏了，慌慌张张的就逃到了日本。过了不久，我接到他跟我哥的订婚喜讯。那后来呢？真是吓坏了，慌慌张张的逃到了日本。过了不久，我接到他跟我哥订婚的喜讯。那后来呢？正当我在日本待得几乎要发臭的时候，我哥因心脏病发作猝死。我急忙赶回来参加我哥的葬礼，帮我老妈料理完我哥的后事之后，他告诉我，我必须留下来接手我哥的一切。什么？接手一切？一切，包括 EAC 总经理的位置，还有关雅琴。灿爷，我觉得这一切对你来讲太不公平了。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跑了吧？我就是个傀儡，就是我哥的替代品。换了你，你跑不跑？灿爷，我不想当什么 EAC 的老总，我也更不想娶那个什么关雅琴。我不想让任何人来安排我的生活，我只想做我的音乐，音乐，音乐。可惜我做不到，我最后还得屈服，回来做薛总，打理 EAC。哼，你说我惨不惨？灿爷，对不起啊，我昨天不该骂你。你骂得对。现在我是灿爷，到了午夜12点，我就来个大变身。你呀，永远都是那么乐观的。本来有些事儿呢，我是不想跟任何人说的。那你为什么告诉我？一时糊涂吧，怕你还生气喽。来来来，跟我老哥说几句话。说什么呀？你就说，哥，弟妹来看你了。哎，你这个人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你正经点。啊，你鞠几个躬吧。周太太，您约我，有什么事吗？玉兔啊，听说你很讨厌顾菲菲是吗？啊，没有啊，菲菲是我师姐，对我可好了。玉兔，当着明人我不说暗话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也不喜欢顾菲菲。周太太，您和顾菲菲有什么过节吗？上学时候的事了。啊，那么久了。玉兔啊，有什么方法能挤走顾菲菲吗？挤走顾菲菲？不错。怎么挤走啊？啊，这不太好吧？怕什么？有我呢。周太太，您和顾菲菲到底有多大仇啊？这不关你的事。我帮了你，我有什么好处啊？你要帮了我，我保你坐关雅琴的位子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吧。妈，哎，灿爷他明天肯定会来的，他还给您挑了生日礼物呢，我们俩一起去挑的呀。啊，明天啊，好吧，给您一个惊喜。妈妈再见。哎呦，又在吃啊，又在吃泡面。你满面春风眼带桃花的，说
和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去你的！我们只是好朋友啊！切，瞧你刚才给你妈打电话的时候迸发出来的幸福光环，能把人的眼睛都给晃瞎了，还不承认？死辣椒，你就胡说八道好了你！菲菲，你就承认吧。我懒得理你。菲菲，你最近要小心点儿。为什么？你最近犯小人，所以啊，你要当心。有何贵干？怎么，没事就不能来吗？不是啊。你出去啊？是啊。去哪里啊？找些朋友出去玩玩。我也去。哎，拜托，一帮大老爷们儿，你去干什么呀？下次吧。走了啊。喂，走了。喂，你到底是什么朋友啊？为什么不能带我去呢？学菜。喂！你看你啊，晚了5分钟。路上塞车。哎，蛋糕呢？哦，这儿呢。饶你迟到的罪了。那。走了。快点啊！哎，再拿。快点！哎，东西怎么都让我一个人拿啊？今天你扮演我男朋友嘛，你不拿谁拿？男朋友又不是奴隶。拜托，你不要那么啰嗦，这蛋糕又不沉。哎，你看我今天还行吧？啊，这儿。哎呀。好。哎，头发。好。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拿。哎呦，快点接！电话真是。喂，怎么样？什么？我马上到。怎么了？我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！薛灿，你干嘛去啊？好了。哎妈，他长什么样子啊？有没有大强帅啊？当然帅了。不过啊，他没有大强的眼睛大。哦。他那双小眼睛啊，眯眯的，可会哄人开心呐。他待会儿来的时候啊，你看一下，跟你姐姐配不配？哎呦妈，你都说他120个好了，我们还能说不好啊？妈，他开什么车啊？黑颜色的，那车啊可漂亮了，一定是进口的。妈，哎呦，姐，菲菲回来了，快去叫姨妈。姨妈。姐。哎呦，我的小花。来。哎菲菲啊，来给我吧。小灿呢？他有事儿了。喂，不是说好来的吗？他晚点就过来了。哦，那我们等等吧。啊，妈，你不用等他了，他让我们先吃。哎呀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人家孩子第一次来，
我们不等他，不好吧？哎，你们饿不饿啊？不饿不饿，我也不饿。哎呦，妈，你真的不用等他。哎，妈，来啊，你看，这是他给你买的生日礼物，你看满不满意啊？是吗？太满意了，满意满意，太喜欢了。蛋糕呢？哎呀，就你会说。妈，这个蛋糕我在楼下不小心给摔了一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样吧，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等小灿吧。哎，坐，来，姐，来坐。妈，真要等他呀？当然要等啊，要不然的话，小灿会觉得我们不懂礼数的。哦，死残爷，你要是敢不来，我就让你变成惨爷。你来了。我妈她好好的，你为什么打电话说我妈在抢救，让我马上赶过来？你耍我啊！你干什么？是我让雅琴这么说的。妈，你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还问你为什么呢？你刚才做什么去了？去找个朋友啊。什么朋友？男的还是女的？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呗。是去给人过生日吗？你跟踪我？你和他开始多久了？谁？顾菲菲。我和他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自从你那天突然回家找你表舅开始，顾菲菲这个名字一直在我的耳边出现。这个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呀？啊？普通朋友啊。普通朋友？普通朋友值得你欺骗雅琴去陪她过生日？我就不能有一点私人空间吗？我看你是私人空间太多了。你为什么就不能留点时间来陪陪雅琴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雅琴这么做是对的。雅琴啊，下回她再拈花惹草，你一定要告诉我啊。谁拈花惹草了？你给我闭嘴！听着，以后你少跟那个顾菲菲来往。EAC 地产的老总跟一个女员工纠缠不清，你也不嫌丢人？你是有未婚妻的人，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。我才不想要这身份和地位呢，卖了吧，变现，周游世界去。你要气死我呀你！啊！不许接！陪我去花园里走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雅琴，你再坐会儿啊。妈，我饿了。姐，你那位什么时候来啊？哎呀，妈，你看，小花也饿了，要不咱们先吃吧？啊？是吗？你打电话问问他到哪儿了？打不通啊。菲菲啊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和小灿吵架了？哎呦，我说真没有，他都跟我到楼下了，他突然接了个电话就跑了。妈，要不我们就先吃吧。先吃吧。妈，小花明天还得上学呢。就是啊。好，吃饭。好，太好了，走，好，走，快去快去吃饭喽！快点啊！走吧，姐，吃饭了啊！快点，姐。死菜爷！哎，吃！你等着，坐，坐这。小灿呐，你以前在外面玩，妈不管你，但你现在是订婚的人了，你应该收敛着点啊！啊，您不能听关雅琴一面之词。妈不管别的，我告诉你啊，反正你绝对不能对不起雅琴。那我问你个问题吧。问吧。妈，你到底是看上关雅琴哪一点啊？
雅琴她有能力，她能帮到你。那他做我助理不是更合适？小灿呐，你爸爸去世的早，他把这么大的家业都交给我，你说我一个女人家，我怎么打理？所以 EAC 最后就交到了你表舅手里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表舅名义上是副总，其实干的都是总经理的工作。公司里的员工都很听他的，还有许多的高级主管都是他的人，董事会很信任他，他在公司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。小灿呐，你刚进公司，很多的事情都还要靠你表舅。至于说你去雅琴，也是为了 EAC 的稳固嘛。就因为这个，就得牺牲我一辈子的幸福？小灿，要不是你哥走得早，我也不会这么着急把你从日本拉回来，逼着你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可是，小灿，想想你爸和你哥，为了公司呕心沥血，最后把命都搭上了，你这点牺牲又算什么呢？你还真执着。雅琴啊，表姑妈，该说的我都已经和他说了，以后啊，你要好好和他处。没事儿。谢谢表姑妈。妈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吧，去吧。谢谢二位。走。哎，妈，怎么还不切蛋糕啊？小花明天早上还得上学呢。啊，是啊，妈。对了，太晚了，我吃了甜的胃不舒服，你吃吧啊。哎呦，今年这个生日哦，还是没有喝上大女婿的茶哦。走吧，睡觉了。哎，咱妈就是想太多了，人家根本就没看上咱老姐。就少说两句嘛。啊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我睡觉去。我先走了，帮我劝劝妈啊。姐，没事没事。我告诉你，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，永远不想，滚！回来了，今天生日过得很开心吧？
是不是吃完了，两人又去约会了？辣椒，你改行吧。怎么？改行当算命先生，保准你会发财的。你每天都算得很准呢。我又算准什么了？你说了，我这几天犯小人，被你说中了。啊？真的？你遇上了？小人就是薛灿这个大混蛋。灿爷怎么惹到你了？哎呦，今天呢，本来答应要给我妈过生日的，人到楼下了，接了个电话，一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，弄得我妈今天的生日啊，一家人都长吁短叹，一家人都不开心，你说是不是很过分呢？灿爷是不是遇到什么急事了？他再有急事，他打个电话总可以吧？灿爷肯定是遇到什么特大的急事，不方便打电话。我给他打过去，他不回我，不接，挂掉。那灿爷是有点过分了。灿爷，小辣椒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放他进来，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。灿爷，小辣椒，菲菲她……菲菲正在发飙呢。哦，你让我进去跟她解释一下。算了，菲菲是出了名的孝顺，你今天惹到她了，她现在是10级台风，谁碰谁死。你今天别碰这个钉子了，明天到公司啊再好好解释吧。那好吧，我走了。好。菲菲，菲菲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还解释什么？我昨天真的有急事。你有急事你回个电话呀，连我打过去你都不接。我没接你电话。我打你电话都打爆了，你为什么不接啊？你还睁眼说瞎话，你真是厉害呀！我打过去你按掉，打过去你按掉，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不知道我电话号码。绝对不是我按的。我懒得理你，你这个人嘴里还有实话吗？菲菲，菲菲，哎呀，你不要再催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正在改这个图。我知道，都是老客户了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呀？菲姐，出来了，你等等啊，就几分钟时间。玉兔，我问你你说这是1001夜 VIP 公寓的主楼吗？是，你签个字就可以下图纸了。哎呀，我说了，我正在帮你看呢。不是周经理签字吗？老大和红师都去南湖工地了，你主抓这个项目是可以签的。行了，我正在帮你看嘛。这个，我觉得还是再等等。这是按照他们意见改的，不会有王菲，你的内线电话怎么一直在占线呀？哎呀，我这薛总找你呢。谁？薛总经理。告诉他我过不去。什么？告诉他我没空。不是跟你说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啊。你说，喂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啊。这件事情你去问马克啊。菲姐，你快签字啊，省得公证部催的。那我现在告诉你啊，我呢在出图纸。哎呀，很快2分钟就给你们送过去啊。所以嘛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催，本来又不是说今天交，你这事儿不能急的嘛。哎呀，好了，都是为了工作。哎呀，收到图纸再说吧啊，拜拜。天哪！居然薛总也吃员工餐厅啊！马克，顾菲菲和薛总什么关系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让海伦去叫你，你都不肯过来，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啊？
出国饭口，没办法了，凑合吃一点吧。没事儿，挺好的。不好意思啊。老大，哎，你来的正好。工程部打电话说，1001页 VIP 公寓主楼的设计图还没有送过去，工地等着开工呢。哦，图纸已经送过去了。送过去了？谁签的字啊？那边催得急，菲姐签的字下的图纸。菲菲？嗯。送去了就好，那我回头补份手续。好的。那个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了。对了，给我和红师沏2杯奶茶。好嘞。老大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喂，哎姐，快到凯悦大酒店的贵宾厅来，我们都在这儿呢，就等你吃饭呢。啊？哎呀，什么？快来，就等你了啊！来了。哎呀，阿姨，来，你看，我真是太喜欢了，应该的啊，还行吧。谢谢了。哎呀，阿姨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哎，菲菲，哎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？大伙儿都在等你呢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不是昨天阿姨生日，我临时有事嘛，所以今天就算给阿姨补上了。小蔡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啊要来就来，可千万别再到这种高档的地方来了，多浪费呀。那怎么行啊？不行的，阿姨，您的生日对我们小辈来说那可是大事啊，我们一定要隆重的，你说对不对啊，阿姨？这孩子。好了，快点坐吧。哎，好，来，坐。妈，生日快乐！芳芳，配合着。阿姨，生日快乐，青春永驻啊！妈，来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别以为我能原谅你。笑一个嘛，瞧你妈笑得多开心呢。小花，多吃点啊。小花，来吃啊！吃这个。阿姨，您的身材保持得真好啊！哎呀，我就是不明白，特别奇怪啊，您到底都吃什么了，保持得这么好啊？真会说。吃得舒不舒服啊，阿姨？舒服。阿姨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啊？小蔡啊，你就是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哎，你看，哎呦，小心台阶，我实在嘛。哎，阿姨啊，现在呢，你和芳芳、大强、小花先回去啊，我跟菲菲再去散会儿步。好的。哎，不，还散什么步啊？哎呀，菲菲啊，小蔡说的对，你们两个多玩一会儿，你们呀好好聊一聊。菲菲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可不许欺负小蔡啊！就是啊！哎，阿姨，我给你开门。好。走了，小花。阿姨，请好。哎，您坐好啊。哎，我关门了。小心点啊！上车。路上稳当点啊。薛总，你放心。再见。阿姨，你慢走啊！生日快乐，阿姨！再见。阿姨，再见。走吧。去哪里啊？散步啊，你妈答应的，你敢不去吗？哎，再见。你走快点啊，快点，跟上节奏。快干嘛呀？累死！行了，别唱了。你还挺厉害的啊，瞧你把我妈给哄的。哎，一般，杭州第3。行了，别贫了啊！你以为你这么做就能赎回你昨天犯的错了？哎呦，你这心眼儿怎么越来越小了？你如果不解释，昨天为什么放下我就走了，还不接我电话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昨天我接到电话，说我妈病危要抢救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着急了，马上就赶去医院。谁知道到了医院呢，原来是虚惊一场，我妈她根本就没事儿。然后呢，她就非要拉着我，要我陪在她身边，还不许我接电话。回家之后呢，我也检查了电话，真的，一个记录都没有。那你妈呢？
你妈现在没事了吧？本来就没事。真的假的呀？菲菲啊，除了我是 EAC 老总这件事情隐瞒你之外，其余的我有骗过你吗？好像没有啊。那不就对了吗？而且我今天不是还将功赎罪了吗？算你有本事。那，说吧，今天把我们全家人都哄高兴了，到底是什么目的啊？天哪！我把你们全家人都哄高兴了，我也不对啊。无事献殷勤，肯定有阴谋。哎，我把你妈哄开心了，她好把你嫁给我。神经病啊！你有关雅琴啦？如果我不跟关雅琴结婚呢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如果我不跟关雅琴结婚，演够了没有啊？走啦！喂，等我！快点啊！回来啦！回来啦，还没睡呢。哎，和灿爷出去约会啦？你怎么知道？哼，你以为灿爷怎么会知道你妈妈家电话啊？哦，又是你告的密，这叫给你们俩制造机会。算了，姐姐今天心情好，我不跟你计较这些事情。明天是你的黑色星期二。什么？明天是你的黑色星期二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今天刚看过星座运势，说明天是你的倒霉日啊！哎呦，小辣椒，你真是属乌鸦的呀！但是你有贵人相助的。哎呀，算命人说话呢，一向都是这样的。先说啊，你有灾，然后就说你有贵人相助。要等你有灾的时候，他就说他算准了；要等你度过灾难，就说看到没有，是贵人相助啊。当你一直倒霉的时候，他就说时候没有到，贵人呢还没出现。小辣椒，人生在世，谁没有点儿背的时候啊？你不要把这些东西和命不好牵扯在一起，那也太牵强了吧？可是你明天真的会倒霉。你都说了，我要倒霉7年呐，我怕什么？哼，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？无所谓。喂，关小姐，1001夜出事了，张副总喊您快去他的办公室呢。好的。好的，你看，马克，你就按照这些数据来啊。行，这个图纸。菲姐，马克，张副总的秘书打电话，让我们立刻去他办公室一趟。什么事啊？不知道。走了。张副总，您找我们？顾菲菲小姐，这1001夜的 VIP 公寓的主楼设计图，是你签字下的图纸啊？是啊。你不是部门主管，你有什么资格签字下图纸啊？我是项目的负责人呐，当时工程部催得很急嘛，我就签字了。但是我没有答应下图纸，因为最后要周经理签字才可以啊。当时工程部确实催得很急，我听说菲菲签字了，就同意下图纸了。我的手续是后来补办的，因为以前我不在的时候都是雅琴签字的。可以前我是设计部副经理，菲菲现在还不是。
请问出什么问题了？出什么问题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你连上水管线和下水管线都没标清楚，你就敢下图纸啊？还好问题发现的早，要是大楼盖起来，这几千万的损失你负责呀？不可能的，这个图纸我是反复核查过的。那你的意思，整个工程部还有工地的承包公司合伙陷害你是不是？图纸上有你的签字，你自己看看。这不是我那份设计图，我那份上明明用红蓝2种颜色标着上水和下水管线的，是不是哪里弄错了？玉兔，我的设计图原稿呢？你给我的时候就是这么张图啊！你胡说什么？我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的。菲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在陷害你吗？白笑笑，我给你的图纸上明明用红蓝2种颜色标着上下水管线，你当时还说这样很清晰，你现在怎么不承认呢？菲姐，你给我的时候的确就是这么一张纸，我接过来就按你的出了蓝图，然后找你签的字啊！你在胡说呀！菲菲，你吵这么大声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顾菲菲干这行已经10几年了，我不可能犯这种错误的。好在工地就停工1天，也没有给公司造成什么损失。如果真是你做错的话，你承认就是了，也没有人会追究你。不是我干的，我承认什么？这件事情的主要责任还是在我。周经理，你不要再袒护下属了。我已经查过了，下图纸的时候，你和红师在南湖小月工地呢。啊，菲菲啊，你有没有备份啊？哦，马克，我的备份呢？马克，你有备份吗？我没留备份，我连 U 盘直接给玉兔了。你怎么不留备份呢？我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。好了，顾菲菲，你现在立即停职，等事情调查清楚再说。我不干。哎，菲菲，岂有此理！这什么态度？菲菲，菲菲，干什么呢你？你不要那么性急嘛！我顾菲菲呀，高级设计师，凭我的本事 PK 掉多少竞争对手？说我标错上下水管线，这简直太可笑了！这明摆着是个局，张副总亲自设计的，他故意要赶我走吗？张副总和你有仇吗？我不认识他呀。那他没理由赶你走啊！那我怎么知道嘛？你先别着急好吗？你现在千万不能自己提辞职，如果你这么做，你就中了人家的计了。你一定要挺住，我会替你查明真相。你在说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要我继续在 EAC 待下去啊？如果你走了，就永远说不清楚了，你明白吗？这个道理你怎么就不懂呢？周太太真是厉害。你人没在 EAC， 居然可以让顾菲菲万劫不复，亚金佩服。这个顾菲菲啊，永远都那么自以为是，以为自己到哪儿都是个人物，什么事儿都爱出风头。这回可好了，不该她管的事儿她管了，最后还搞砸了，总算是该吃苦头了。不过顾菲菲这次，周经理好像又要保她。什么？我怕周经理找到什么证据。那个时候你就变得被动了。他对顾菲菲怎么就这么上心呢？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玉兔，你知道的，玉兔那张嘴可是最爱说的。玉兔嘴是碎了点儿，但是人不傻。这事儿要是抖出来的话，最惨的可就是他，他不会自己害自己的。如果这样就万无一失了，不要留下任何备份。要证明不是他顾菲菲的错，那就需要证据。证据销毁了，也就死无对证了。好，干杯。喂，周太太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这事要是闹大了，周太太不是公司的人，她最多被周经理骂2句，我可就惨了。为了一个职位，我就做这种不道德的事，不行，不能审。我们研究过了，顾菲菲这种情况属于渎职和越权，不管哪一种情况成立，她都没资格留在 EAC 了。越权是我批准的，我们设计部人手不足，所以我同意顾菲菲在我不在的时候，暂时替我打理设计部。可她还是越权呐，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。慧明啊，你和这顾菲菲到底什么关系？你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袒护她。什么关系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其中有问题，顾菲菲是冤枉的。可是那错误的图纸上明明就是她签的字啊！是啊，如果按照他下的这张图纸施工的话，那将会给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声誉造成多么大的损失？你们想过没有？这个过失难道还不够严重吗？我们退一步讲，我们就当顾菲菲没有出错，玉兔拿错了图，那她在最后一刻为什么不核实清楚？这是不是也算是失职？没错，幸好没有开工，这如果开工的话，损失就大了。张副总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我说什么了？没开工，没造成重大损失，那就没你说那么严重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在说顾菲菲这件事情啊。我要说的也是这件事。这件事早不出晚不出，就偏偏出在中期考评的时候啊。